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來關心到今天的最重磅消息，美債40兆美元的歷史新高，現在正式的引爆危機了。貝森特現在被說是不是在玩火來救美債呢？是不是下一波的危機會是在美元危機呢？另外呢，日本過去已經失落了20年，現在會不會因為要幫忙美國救美債，再失落20年呢？再來看到美國內部現在的問題，就是房貸已經來到了最新6.65%的新高哦。另外，美國的消費降級，沃爾瑪這邊的這個消費的零售已經降溫了，會不會整體燒進川普的期中選舉受挫呢？今天我們會做深度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前立委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士兵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記得節目幫我們按讚，並且按下分享。那留言區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或者寫下熱推。謝謝觀眾朋友，在上個週末有好幾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了。那我相信呢，還是有很多的觀眾朋友還沒有加入的，趕快去環球大戰線的這個頻道的主頻 YouTube 的主頻按下加入鍵，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戰友，在裡面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互動。好，今天有關於這一場的美債美元危機，我們要來看到是美國的公債正式的突破了40兆。正式的突破了40兆美元大關了，而且現在看到呢，殖利率的部分衝破了5.3%。現在貝森特說他要擴大回購，還被罵是在玩火，會不會演變成下一個來自專家說的美元危機呢？剛剛我們提到的有關於日本的部分，過去在廣場協議之後，日本失落了20年，現在日本會不會為了救美國再失落另外的20年？最後第三個火線話題，我們會看到有關於美國老百姓哦，這一場危機燒到了美國老百姓去了，房貸利率跟沃爾瑪都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哦，尤其是房貸現在來到了一個新高數字。川普會不會在這種期中選舉的各種壓力下，現在看到的這些壓力成為他的經濟炸彈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請來賓來深度剖析。好，來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哦，美債破了40兆之後呢，包括了7月份單月的這個預算赤字也突破了4000多億美元。這個數字什麼意思？其實已經是5年來最高的單月記錄了，而目前看到的赤字缺口已經來到了1.8兆美元的這個數字。貝森特可急了，現在呢，他也出來放話了，他先說，認為赤字極有可能現在已經見頂了，要大家不要過度的擔心或過度的解讀。他說呢，現在美國政府有想出一些方法來救經濟，這經濟的救法有3個面向來看到。他第一個說呢，首先他們會靠經濟的成長、關稅更多的支出，還有削減政府支出、減稅等等，把美國的債務從泥淖裡面拉出來。另外，他也說了要擴大長天期美債的回購，從20億美元一口氣提高到40億美元來支撐長債的價格，來壓低美債的殖利率，真的有效嗎？我們最新看到，事實上消息就是市場完全不買單。來看到最新美國的公債殖利率有出現，現在是公債的一個拋售潮，所以30年期的國債殖利率已經衝破了5%，一度是接近了5.3%的歷史新高檔。恐怕接下來專家說的就會引爆下一波是美元的信用危機，會不會出現貨幣貶值呢？再來看到幾個專家怎麼做的分析。第一個，我們來看到橋水基金創辦人說，最快有可能在這種赤字問題之下，美債1年內甚至最晚5年內就會立刻引爆債務的危機。再來看到也有人說呢，即使現在美債在川普政府要求國內金融機構購買之下，但是呢，1/4的美債還是海外的買家啊。他說，美國現在在缺乏信用的一個危機之下，恐怕找不到買家，都非常不利美債的一個發展哦。那麼包括了這個匯市的部分，美元我們剛剛說了嘛，恐怕引爆美元的危機，是因為也有一個消息支撐。上個禮拜五，紐約匯市對美元的主要貨幣下跌了0.1%，來到98，已經是3個月來的一個低點了。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貝森特說的赤字已經見頂了，接下來他有用一些經濟上面的成長、關稅、削減支出要來救美債。注意了，這個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已經衝破了5.3%，是不是如市場所說的，現在貝森特是在玩火呢？
進一步會不會從美債引爆美元危機？委員怎麼看？貝森特根本就是在鬼扯哦。那麼當然，你說要鬼扯也不是不行，但是總是要講的稍微專業跟漂亮一點，你才能夠讓市场買單啊。但是現在市場又不笨，貝森特說現在的赤字已經見頂了。各位知道現在赤字缺口，剛才這個思敏告訴大家已經 1.8 兆了，40兆 1.8 兆，照這個持續規模下去的話，大概再過1年就要準備要逼近44兆45兆了哦。那麼這樣快速膨脹這個政府財政赤字的速度哦，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哦。那麼你說，當然這個貝森特可以畫一個大餅，他說要經濟成長，美國的經濟成長不會一下變成20%的，所以它的經濟成長再高，也就是多1-2個百分點了哦。你說靠經濟成長就可以把這個債務彌補起來嗎？太難了。關稅收入哦，到現在為止，美國的關稅收進來了多少？到底有沒有實質的幫助？製造業到底有沒有回流？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就是美國在幹這件對等關稅的事情，是一件完全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的一個行動哦。所以你說靠關稅收入能夠收進多少錢，這又是另外一個問號了。那你還別講削減支出嘞，現在還在打仗了。接下來美國還要去補充它這個所有短缺的這個軍事裝備，那也是一筆錢呢，那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啊。所以這些錢難道不要花嗎？所以美國跟中國大陸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中國大陸舉債在做基礎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美國舉債是買炸彈去打仗用的哦。所以這是兩個國家為什麼在這幾年的發展過程當中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落差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好，現在美債的狀況的確很糟，殖利率一直不斷的往上攀升哦。我們看到的幾個數據都非常的不好。剛才思敏說，這個30年期長天期的這個美債的殖利率飆到了 5.33 以上了，我看到最高到 5.34 哦，現在稍微回檔起來，但是也在 5.25 5.27 左右哦。所以它其實這個殖利率實在太高了。那殖利率高代表什麼？代表第一，美國要跟大家借錢，它要付比較高的利息。那為什麼要付比較高的利息呢？因為大家都不想借錢給美國哦。那大家对美國有債信的危機，覺得你這個債務可能會違約，本來就已經覺得你會違約了，你川普還來補一槍，說我要用美軍來護盤。那這代表什麼？你知道嗎？大家現在最擔心美債的就是川普這一招。川普去年就已經放話咯，說跟美國友好的國家哦，這個30年的公債要不要延長到100年哦？然後利息要不要打個折？這擺明就是明搶了啊！所以當川普講了這個話之後，市場就更恐慌了，想說不得了了，我借你30年期，這個借給你美國這個錢，然後呢，搞不好一瞬之間你就給我來個利息打折。雖然你沒有完全的債務違約，但是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債務違約了呀。所以因此30年期的公債在攀升就算了，10年期公債也在攀升。前2天我看到的數字是殖利率到了 4.7， 大家預估到今年底要破5各位，10年期的美元的這個公債的殖利率要到破5了，然後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驚訝的事情。過去10年期的殖利率不會這麼高，為什麼？因為10年期算是短天期的，雖然不是1年2年，可是相對來說比較短。就是美國跟你借錢借10年，這10年它總不至於有什麼太大的變動吧，所以它不用付你太高的利息啊。可是現在連10年的這個美國的公債利率都要到5%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關鍵在哪裡？債信問題嘛。大家就是怕你耍賴，怕你債務違約。然後第二個關鍵問題是什麼呢？供需失衡啊！就美國現在還要借錢，缺口還有 1.8 兆，可是市場上大家都不買單，然後市場上所有的美金都被各式各樣的這個大型的 IPO 的資金給吸走了。所以在市場上，如果你有錢，你究竟是要買美債去賭美國會不會倒閉，還是你乾脆去買 Anthropic 或者是 SpaceX 的股票比較划算呢？所以在這種供需強烈失衡的情況之下，日本又在倒美債，英國在賣美債，中國大陸也在避險賣美債，大家都在賣市場上一手的美債。大家知道，當供需一失衡的結果是什麼？就是這個美國必須用更高的利息，才能夠讓市場過度的這個供給的美債能夠平息下來。所以你看到這個貝森特講的那些話都是鬼扯。他說他要回購美債，你怎麼回購美債？美債你40億的這個金額就杯水車薪啊！光日本賣美債去護盤日銀啊，一個月丟出來的美債都不止40億了。你這40億能夠救得了誰？更蠢的一件事情是，貝森特幹的這件事情會打亂了美國整個美元的體系因為他等於是在跟聯準會對幹的了。
你回購美債，你就是要把美元丟到市場上來嘛。所謂回購40億，他就是拿40億的美金去買美債，市場上忽然之間就多了40億的美元了。可是聯準會準備要升息，準備要打壓通膨，他要用升息的方式，就是要把美元收回銀行體系。所以你今天是在跟美元系統對坐，在這種情況之下，你當然會讓大家笑掉大門牙。好，那如果說我們看到貝森特他現在做的這個回購是一個杯水車薪，那是不是美國會不會找日本來幫忙呢？也就是說，這個穩住日元來避免美債持續的被日本給拋售下去。重點是這一次日本會再次成為美國的犧牲品嗎？因為我們知道先前的廣場協議，日本已經因此因為這個日元的升值，最後付出了失落20年的代價。難道日本可能再次的付出代價，再次失落另外一個20年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當初廣場協議的時候，其實是美國認為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太大，那關鍵因素他認為日元應該這個就是反映它正當的這個價值，所以呢，他要求日元升值，其實同時他也要求德國的馬克升值。那這個答應之後呢，倒不是單純直接就是因為簽了廣場協議，馬上就造成日元的這個整個問題，然後財政問題，然後最後造成日本的不景氣。其實我覺得當初日本的銀行，尤其就是日本銀行，它的這個中央銀行叫日本銀行，採取了這個極度的寬鬆政策，後來就造成整個泡沫，房地產、股市連續泡沫，然後呢，你就開始出現，那有人說叫做資產負債表的這個就是說虧損，因此這個時候呢，日元造成的變化長期的不景氣，那日本就用就是公共支出的方式來去希望能夠增加刺激消費甚至通膨。那可是你就现在看到日元現在面臨到的這個貶值，關鍵的因素其實是它跟美元之間的利率差別，我們叫 carry trade 這種匯率差的這種差別呢，使得一些國際上的這些資金呢，就是借日元，然後呢買美元。那你就看到這樣的情況，就是有這樣操作的空間。那然後呢，當然再加上日本本身的經濟也是情況看起來 OK 然後它的出口也要擴張，它同時也沒有能力去这個升息太多，因為它現在是1%，美國大概是3.6%。OK， 這個是日元的問題，但我覺得這整個現在問題關鍵還是美元，以及美債，還有呢美國的經濟。剛才大前委員講到，連續2次，第一次是貝森特來救日元，第二次是貝森特救他自己的美債。他救日元1周效果，他救美債40億救美債1天效果，馬上就回來。今天日元比美元是多少？159。他那個時候是160，掉到了155，然後呢1周效果就回到了158、59，現在一直在停留在這個情況。然後呢，為什麼美國要去救日元？因為他怕日本賣美債。日本現在擁有1.14兆的美債。那過去3個月，他賣了1000億美債，貝森特曾經還罵他過。所以現在如果說以美債的這個情況，如果日本拋售這個不管是長期、短期的這個債，美國的國債的話呢，馬上會造成市場的效應。所以呢，他不准他賣美債，那我就說我們來組成一個美日貨幣聯盟，我來幫助你。但事實上，他是賣歐元救日元。貝森特真的是我覺得我現在有點懷疑他當初這個就是說市場操守的這個能力也就是說他那個時候幫索羅斯做這個操盤手的時候呢，第一個你怎麼賣歐元救日元？那表示你對你美元沒信心嘛。第二個，你為什麼去拿40億去救美債，就表示你對美債的未來不具信心。現在整個問題都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一個信心的問題。大家現在對美元的整個債務結構是沒有信心，因為你現在極度的膨脹你的國債，然後呢，你自己又極度膨脹你的赤字預算，這幾年之內你造成美債突破40兆，所以呢，這個時候你不准日本賣國債、賣美債，然後呢，自己又在這個對美債做不具信心的操作。那講到日本會不會什麼情況呢？我覺得日本現在跟在86年的時候不一樣了，因為基本上企業都還算在賺錢，
那就業也 OK， 只不過是呢，它的日元真的是貶到不知道怎麼去救它。那緩慢的它會升息的情況之下呢，大概就維持這樣一個情況一段時間。但是未來如果美國真的自己美債持續的這個出現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日本還是為了自救，某種程度還是會繼續拋售美債的。最後的問題呈現的還是美國的整個債務跟財政的問題。好，所以到頭來，美國的國債問題還是得要自己好好的去解決哦，包括眼前的債務啊，還有它的嚴重的赤字問題。那其實呢，現在看起來這個美債跟美元的問題也直接影響到了美國的一般的小老百姓的家庭當中，也就是美國的家庭了。我們從幾個層面、幾個數據來特別看。首先是關乎小老百姓最直接的就是房貸了，房貸利率現在來到了一個新高哦，30年期的部分現在來到了6.65%，這個數字是高於去年同期的6.58%的。那當然了，因為你這個沒錢買房子的話，也會影響到你的消費力道。沃爾瑪，我們來看到零售企業哦，最新第一季美國同店銷售成長只剩下2.6%，創下6年最慢的成長速度。再來看到美國的油價了，在這個伊朗的戰事爆發之後，一口氣上漲了40%，現在來到每加侖大約落在4.11美元。柴油價格來到了新高哦，每加侖5.58美元，高於拜登執政時期。高盛是這樣講的，他認為現在美國的市場彌漫着停滯性通膨的一個味道，而且最新民調來看到哦，過去呢，這個共和黨主打的都是經濟牌，結果現在民調顯示，民主黨在經濟議題上首度的領先了共和黨，代表說這些有關於民生啊、財政的問題都已經成為川普在期中選舉上非常嚴重的一個定時炸彈了嗎？艦長怎麼看？我們先看到啊，有關於 GDP 的部分。GDP 的話，我們看到美國的第一季，它其實 GDP 是2.1，可是第二季的部分呢，現在所看到的數據到達1.5，那也就是它不斷的向下降。那第二個有關於失業率的部分，那我們可以慢慢的從這個有關於現在的這個房價利率的不斷高漲，以及沃爾瑪的它這一個消費降溫，我們慢慢就會看出結果。那有關於通膨的問題，我們看到6月的美国的通膨是在3.5%，那7月的話到達3.4%，其實也維持在一個平均水準上面。我們剛剛談的3個數據，也就是經濟的經濟成長以及失業率以及高通膨的部分，其實這個都反映出現在美國進入了停滯性通膨的這個時代啊。那進入這個時代，那如果我們反推回去看美國的國債，那現在突破了40兆的部分。40兆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呢？也就是它的債務利息來講的話，那大概也就是每年是9000億到1兆的部分，也就是這1兆它通通要拿來還款。那這一個1兆對於美國的影響是什麼？其實我們看到啊，寫過《文明》以及《帝國》這很多著作的一個歷史學家，我們叫做弗格森。那他其實呢，在今年的5月7號，他提出了一個弗格森定律。那這個定律裡面講的是什麼呢？也就是這一個霸權的國家呢，支付債務的利息如果超過他的國防預算的話，也就是他無法因應這個國防預算的話，他的霸權地位難以維持。這個不是說我們現在這樣子唱衰美國，而是從歷史上來講，我們剛剛講弗格森他是歷史學家，他指出了當初的威尼斯帝國、荷蘭帝國、法蘭西帝國、奧匈帝國，以及一戰、二戰才結束的大英帝國，通通都有這個特色。所以其實美國現在有關於貝森特他要擋這個美債，被人家笑說這是拿紙巾擋海嘯，在這個槍傷上面貼 OK 繃，一點也不為過。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